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第一次贸易战，川普被中共的大豆玩了。这次呢，中共在搅动中东局势，川普政府如何回应？为什么大批中国人背井离乡到危险的非洲讨生活？囚徒困境的场景为何在中国社会那么普遍？中东乱局的核心是伊朗，有人说其实伊朗的背后还有更大的角色，那就是中共。也有人认为这只是一种没有事实佐证的猜想，但《华尔街日报》6月5日的一个独家爆料给上述说法提供了最新证据。那篇报道援引知情人员提供的内幕情报，说中共正在向伊朗出售导弹材料，出售的材料数量之大，足以让伊朗重新制造近1000枚弹道导弹。在中东这盘乱局中，伊朗一直都喜欢在幕后布局。他支持黎巴嫩的真主党、加沙的哈马斯，还有也门的胡塞武装、伊拉克和其他中东地区的武装民兵组织，甚至叙利亚的前总统阿萨德也曾是他的一枚重要的棋子。伊朗把这些力量看作是以自己为中心的，针对以色列和美国的一个抵抗轴心，是他在整个中东地区伸出的手臂。但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平民实施大屠杀，彻底激怒以色列后，伊朗的中东这盘棋就走得越来越不顺。以色列对真主党和哈马斯的持续猛烈打击，把这两个武装组织基本打入了 ICU 病房，现状都是处于性命攸关的状态。同时，叙利亚的阿萨德政府似乎也在一夜之间突然垮台了。虽然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还在不断的折腾，但也遭到了美国和以色列的重创，力量也大不如前。这一系列的打击就好比把伊朗的几根手指突然给掰断了。更严重的是，在过去1年，以色列和伊朗史无前例的发生过数次直接的隔空对打，结果是以色列一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数百枚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对以色列几乎没有造成任何实质的损伤，但以色列对伊朗却实施了一系列如外科手术般的精准远程打击。以色列打击的结果是，目前伊朗的防空系统已经对以色列不构成实质的威胁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棋盘另一边的川普又开始敲桌子。一方面，川普和伊朗的宿敌沙特阿拉伯称兄道弟，勾肩搭背；另一方面，川普又向伊朗隔空喊话，说要重新启动和伊朗的核协议谈判。但是这次川普提出的价码非常苛刻，要求伊朗彻底放弃提炼核材料。前几天，川普还在社交媒体上说，留给伊朗做决定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内幕新闻，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伊朗这个中东黑社会老大的地位目前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这对伊朗来说是个坏事，但对中东其他国家来说绝对是个好消息，给中东带来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伊朗和中共显然不甘心自此投降，上面这个内幕新闻让我们清楚看到他们对中东棋局下一步棋的思路，重新武装伊朗和他的抵抗轴心。报道中提到，知情人士透露说，一家伊朗公司在过去几个月悄悄向一家总部在香港名叫雄狮商品控股的公司下了一份大订单，购买几千吨高氯酸铵，这是制造弹道导弹固体推进剂最关键的原材料。同时，咱们过年放的烟花里其实也有这东西，只不过和用于导弹的纯度和量级相比，完全是两个码事。这份购买合同很可能是在今年3月初签署的，是在川普公开说他向伊朗提出核谈判之前。这说明在谈判的风声出来之前，伊朗和中共就已经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在悄悄囤积弹药了。预料在未来几个月，这批货就能运到伊朗。有官员估计，几千吨高氯酸铵可以制作多达800枚弹道导弹。知情人士透露，这已经不是伊朗第一次从中共那里购买这样的导弹用的材料了。
今年早些时间，已经有2艘伊朗船从中国运走了1000吨的高氯酸钠。高氯酸钠是制造高氯酸铵的原料，那批货据说足够造260枚短程导弹。伊朗这个国家有个特点，每次他努力想认真干点事儿时，都会出现用力过猛，结果搞出黑色幽默的情况。过去这些月，他们一直从中共那里大量倒腾这种易爆化学品，越是想悄悄干，搞出的动静就越大。今年4月份，伊朗最大的集装箱港口沙希德拉贾伊港突然发生一场规模巨大的爆炸，一下炸死了几十个人。调查下来才知道，是伊朗的精锐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的人在处理这些化学品时操作不当，把自己给炸了。知情人士说，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批从中国运来的高氯酸钠，有一部分在那场爆炸中灰飞烟灭了。因为这事儿，伊朗海关5月份特意下了命令，要求以后要加快危险材料的清关速度，变相承认了从中共那里订购的几千吨高聚酸铵可能很快就要到货了。伊朗买这么多导弹原料，制造上千枚导弹要干什么？专家普遍认为，一部分伊朗肯定会留在国内，充实他自己最近损失的导弹库。伊朗拥有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弹道导弹项目。去年10月份，以色列摧毁了伊朗10几台用来混合导弹原料的行星式搅拌机，严重打击了它的生产能力。现在伊朗正在修理这些设备，急需原料来恢复生产。另一部分，伊朗会用来补充他那些中东的小兄弟，比如也门的胡塞武装，还有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等。这些武装组织以前就用导弹攻击过美军基地，再拿到一批新的导弹，那美军的中东基地以及以色列就都要被威胁了。伦敦的《泰晤士报》之前就报道过，伊朗近期已经把一些弹道导弹转移给了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因此，美国这边对中共给伊朗大量提供这些导弹原料的做法非常恼火。川普政府在今年4月和5月就连续制裁了好几家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公司和个人，理由就是他们帮伊朗搞弹道导弹。当记者向中共询问这个交易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一律否认，装糊涂，还说自己对军民两用物资一向是进行严格管控的。如果真如中共外交部暗示的，这只是伊朗买来做烟花的民用原料，伊朗怎么会动用他的精锐的圣城旅来看仓库？结果还把自己人炸死了几十个。华尔街日报这篇独家报道的内容明显是美国情报部门的调查结果，而不是普通记者采访出来的。那川普的情报部门为什么要通过媒体把这些情报泄露出来，而不是悄悄地派美国在中东的美军军舰去拦截呢？毕竟用这些材料最后制造出来的导弹大概率未来就是针对美国或美国盟友以色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川普政府不想在目前关键的贸易谈判过程中节外生枝。美中之间将要举行的贸易谈判对川普来说太重要了。6月5日上午，川普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通话，这是川普1月17日就职宣誓后两人第一次直接对话。据报道，两人一聊就是1个半小时。随后，川普对外声称，关于稀土产品的棘手情况应该不会再有问题了。为什么从上周以来，川普就在稀土问题上展现出非常焦虑和急迫的态度？上期节目我就分析了川普因稀土问题对中共软硬兼施，对习近平隔空喊话，表示希望两人能谈谈。背后的原因是，川普面临来自美国汽车企业巨大的压力。中共从今年4月开始，突然给用稀土制造的磁铁出口上了个紧箍咒，特别是那些含有锂、铬这种稀土元素的磁铁。想从中国买这种磁铁，首先得排队申请许可证，因为这种磁铁能在高温下保持巨大磁力，因此从智能手机到美国 F-35战机，再到汽车，尤其是电动汽车，这种磁铁都是关键部件。而目前全球90%这类磁铁都是中国产的。最近中共对这些特殊稀土产品的出口审批已经慢到了停滞的状态，美国几大汽车制造商都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美国汽车业的大佬一直跟川普政府哭诉，再从中国搞不到这种磁铁，美国汽车生产几周内就可能停产。美国福特公司5月份就把芝加哥一个工厂停了1周，原因就是因为这种磁铁没货。美国2021年开始的这轮通胀的一个导火索就是汽车，在疫情阶段，汽车企业因为供应链断裂而停产，从而造成美国汽车价格暴涨。川普政府不敢忽视这些汽车企业的停产威胁，如果它的停产再次引发美国下一轮通胀，川普第2任的很多经济计划就会泡汤。同时，很多美国企业为了绕开中共这个出口管制，研究分析了各种稀奇古怪的点子。其中一个办法是把美国本土已经造好的电机千里迢迢运到中国，就是为了在那儿装上一块口香糖大的磁铁，然后再运回来。这些企业这么折腾的原因是，中共的出口限制只是针对磁铁本身，你要是把磁铁装在中国造的电机里，就能顺利出关了。当然，这么来回折腾，美国这边汽车的成本和生产时间肯定会蹭蹭往上涨。但在反复权衡各种选项后，美国企业高管们的共识居然是，这可能是避免整个生产线瘫痪的唯一办法。就算多花点钱，多交点税，也比彻底停产强。川普发动贸易战的一个核心目的就是要把制造业带回美国。现在这些美国车企为了块小磁铁，反倒要把生产环节送回中国，这是现实在和川普的政策玩黑色幽默。基于这2个原因，让中共答应出口稀土产品，自然就成为川普当前的头等大事，因为它直接可能决定川普第2任的成败。这也是为什么川普和习近平谈了1个多小时后，川普第一个提到的就是这个稀土问题。不过很多人担心，川普是不是在稀土这个问题上对习近平的一些表达过于乐观的解读了，因为中共这边在新华社发布的有关2人通话的通稿里，完全没有提到稀土这个茬儿。相反，中共那篇强调的是习近平讲的2点：一，美方应该撤销扰乱双方贸易的消极措施；二，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务必慎之又慎。另外还有报道引用内部人员的消息，说习近平叮嘱负责谈判的何立峰，在没有看到美方对等让步前，不要答应美方的任何要求。美中两方的这种表述上的落差，不得不让人怀疑川普到底有没有拿到中共对放松稀土出口的明确硬承诺。其实习近平就是在谈判中给了川普什么明确的承诺，按中共的一贯做派也不一定算数的。最近在新加坡那个香格里拉安全峰会上，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就直接点名中共，说中共存在信任和信誉赤字。他提到的中共的信誉赤字，指的就是中共老是不把自己承诺当回事儿。在处理各种国际事务中，中共最常用的一招就是先同意再说。这可是当年朱镕基在谈中国加入 WTO 时对记者说的原话，意思就是先答应下来，具体怎么执行以后再说。后来果然是中共加入 WTO， 获得了世界对中共的一切承诺，而中共当年对世界的承诺，大多最后都不了了之了。今年5月份，中美在日内瓦能在2天就谈成贸易停战的那个协议，据说其中关键一点就是贺立峰在最后关头松了口，答应了美国的关键要求，恢复出口稀土。结果呢，协议墨迹还没干，中共这边就开始拖拖拉拉，不兑现承诺了。2017年，在川普第一次当总统不久，他就特意请习近平到他的海湖庄园吃饭。据当年的报道，在餐桌上，习近平答应川普不会在南海进一步扩张。但是习近平回国后不久，中共不但在南海加快了造岛行动，而且对多个人工岛屿军事化的速度也加快了。中共在川普第一任贸易战中承诺的购买巨量的美国商品，结果最后只完成了差不多1半的购买量，购买的数额比贸易战前还低了。因此，川普在谈判后对稀土问题的乐观解读，在我看来更多的是稳定美国这边企业的军心。
防止他们过早地采取过激的行动，比如开始提高汽车定价等，让目前已经险象环生的美国经济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川普派出他的3员大将，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一起参加下一轮和中共的贸易谈判，足以看出川普对这次谈判的关注程度。但谈判的结果归根到底还是双方实力和泄露的底牌决定的。现在中共已经清楚看到美国在汽车这样的关键产业对中共的稀土产品是这么依赖，可以预见美国在下面谈判中必然会面对一个更加强硬的中共。聊到这里，可能一些人会得到这样的结论：过去这些年，中共强调发展制造业，真的给中共在这次贸易战中提供了更多的底牌。其实深入思考，你会意识到，中共在谈判中最大的底牌是，他不用考虑中国老百姓对谈判后果的感受。如果单纯对比美国人和中国人的个人状态，和2018年第一次贸易战时比，美国这边美元价值、股票、房地产等各项指标都比2018年增长了很多，美国失业率也保持在 4% 的历史低点。因此美国人的财富感整体来说是提高了，而中国那边因为房地产崩盘、人口萎缩、就业状况恶化等因素，中国人的财富感和经济机遇其实是在下降。显然中国在制造业的世界份额不断增加，但是它却没有真正惠及中国普罗大众。过去7、8年不断壮大的一个特殊的中国海外群体，给我提供了一个间接感受中国底层百姓不断恶化的生活压力的视角。我们把视线转向非洲的刚果，在一条狭窄的土路上，一辆白色 SUV 不得不停在路边，给2辆载满铜矿石的中国卡车让路。SUV 前排坐着一个刚果士兵，手里紧紧攥着一把半自动步枪，迷彩帽和围巾把他的脸遮得严严实实。后座上是一位抽着烟的中国男子，他是34岁的李东，一个来自东北的商人。他这是正从他刚果克罗维奇市的公寓去附近矿场的路上。前排那个士兵是他1个月300美元雇来的，给他看场子的。开车的是他在刚果的律师。和这里的很多中国人一样，8年前李东也是感觉国内机会越来越少，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于是听了朋友的建议，把宝押在海外，到刚果来讨生活。他现在的生意主要是从附近的各个矿场收购矿石，然后转手卖给中国的加工厂。他这点批发买卖只是科卢维奇这个地方庞大的中国矿业生态圈里很小的一部分。科卢维奇是刚果东南部一个不起眼的小镇，这个地区的矿业最早是20世纪初比利时人建起来的。20世纪60年代，刚果独立后就被政府收归国有了。如今这里真正的老大是中国洛阳牧业集团和浙江华友钴业这2个中国大公司。李东当初刚来刚果，他的爹妈和岳父岳母都非常担心，毕竟贫穷和战乱是非洲很多地方的常态。刚果虽然资源丰富，但在这里赚钱既艰难又危险。刚果的腐败问题是臭名昭著，官僚体系死气沉沉，基础设施破败不堪。而且刚果东部地区还跟卢旺达支持的民兵武装一直在打仗。在这里讨生活的中国人没有任何人身或经济保障。李东说，别的国家的人在这里要是遇到麻烦，还能找他们的大使馆出面，可我们中国人呢，就只能靠自己想办法解决了。而且刚果人更容易盯上中国人。不过在刚果这些中国小生意人也摸索出了自己解决问题的门道。现在呢，我们有自己的律师，也建立了自己的人脉关系网。但是在刚果这地方，有些事儿是法律解决不了的，碰上那种麻烦，我们就只能用钱来摆平了。很多当地的刚果人看到自己因为缺少教育和资金支持，很多商业机会都被来这儿的中国人给占了，因此对这些中国人多少有点怨气。这个社会情绪底蕴在非洲那样的地方，本身就蕴藏着一个让人担心的危机。
即便这样，李东依然感觉他在这里比在中国混得好多了。李东一边抽着烟，一边聊起他在中国讨生活的那个艰难。你要是在中国开个店，旁边立马围上来几十个跟你抢生意的。今年40岁，在当地开了一个酒店的老板娘汉娜，是从中国福建来的。她家在城里开了几十家铺子，主要都是为当地的中国人提供服务。汉娜选择在这里做生意，也是为了躲避中国那令人窒息的内卷。汉娜在中国连高中都没上，她说：“我选择留在国外，就是因为国内竞争太激烈了，卷不动啊。像我这种文化水平，回去根本没人要，还是国外机会多一些。”在汉娜开的酒店的隔壁，是一个53岁的叫罗宾的中国人开的一家巴士公司。这个巴士公司主要在附近几个刚果城市之间跑长途运输。罗宾说：“我这个岁数在北京、上海那样的大城市根本找不到活干，人家都要20-30岁的小年轻，在这儿啊，我感觉压力小了太多了。”中国人用自己的关系网，用这种拓荒式的资本主义精神，在过去7-8年向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出口了大量的个体经营者，在世界很多角落形成了如李东、汉娜、罗宾这样的背井离乡讨生活的海外中国人群体。这种现象一方面是中国人能吃苦敢开拓精神的展现，但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社会当前生存压力极大的反应。很多人感慨中国社会各种技术高度发展，但是一个把大量自己的人逼到更贫穷国家去讨生活的社会，应该不是一个理想社会的状态。只要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都能深切体会到中国社会有多卷。生活在其中，人的直观感觉是，就是那个隔壁的开面馆的老王在和我这个包子店抢生意，也就是大家都觉得是身边的中国人在和自己卷。但是只要在国外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都能逐渐意识到，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人其实不必那么卷，也能有尊严的活着。中国社会的卷因制度和结构性问题被启动，随后会进入一个自激式的失控状态。就拿中国电动车市场举个例子，现在从官方到企业全都在骂内卷，但大家都是一边骂一边把价格战打得天昏地暗。中共总理李强在年度工作报告都点名说了，要刹住这股内卷的风。中共市场监管部门也跟着喊要全面整顿内卷式的竞争。彭博社爆料说，好几家电动车大厂的老总前几天都被叫到北京去喝茶了，让各个企业自我调节，回避恶性竞争。人民日报、工信部等也表态要加强监管，甚至威胁要用法律手段处理那些不公平竞争的企业。最近，官方背景的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批评某汽车制造商带头大幅降价。这里提到的某汽车制造商当然就是指比亚迪。5月23号，比亚迪宣布对它的汽车大幅降价，有的车款降价居然超过30%。汽车协会说，这是恶性竞争，利润争没了，车主的安全都有危险了，因此呼吁大家别把东西卖得比成本还低。比亚迪立刻跟着官方媒体喊口号，说我们坚决支持协会的号召，要公平竞争，要健康市场。但比亚迪是边喊边降价，它的最新降价是把之前为促进消费中国搞的以旧换新的补贴计划给正式化了。比亚迪目前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是30%，目前它的销售还在增加，但上个月因为它的销售增长是14%，比4月份的19%慢下来了。比亚迪这就感觉坐不住了，感觉需要用降价来进一步扩展市场了。过去2年，中国汽车的平均零售价格降了差不多19%。中国卖到德国的汽车平均价格从去年的3万美元跌到了今年的21000美元。长城汽车的董事长魏建军5月23号接受采访时说，现在中国汽车市场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居然有0公里的二手车。你没听错，新车1公里没跑
就当二手车给卖了。他说，二手车平台上有3-4千家车贩子在干这事儿。这些车是怎么来的呢？车厂为了冲销量，先把车登记成已销售，然后转手就扔到二手市场。这样一来，这些企业的销售数据好看了，但汽车市场的价格却成了一团浆糊。小鹏汽车的 CEO 何小鹏声称，我们不跟你拼价格，我们拼技术，我们要冲出中国，要走向世界。小鹏声称自己主打的是辅助驾驶智能系统，说过去7个月每个月都能卖3万多辆，但他5月28日发布的最新款高配置新车的定价，居然比去年的低配置版还要便宜17%。小鹏这种烧钱式降价，1季度亏了差不多9000万美元。还有那个专做高端的蔚来汽车就更惨，1季度就亏了9亿多美元。就在中国汽车行业的哀鸿遍野中，中国居然又杀出了一个小米汽车，做手机的居然也要来汽车领域卷，整个行业进入了典型的卷不死就往死里卷的状态。何小鹏说，现在的价格战只是开胃菜，未来5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日本野村证券也得到类似的结论。鉴于中国汽车市场目前供大于求的状况，我们认为最激烈的竞争阶段还没到。中共高层制定出发展电动车的大方向，整个中国社会从地方政府到金融机构全面响应中共高层的这个政策指向，全方位投入的结果就是供需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严重失衡。因此中共政策启动了一个注定高度内卷的行业环境，然后残酷的市场机制开始生效，身在其中的企业谁也无力自拔。这时中共的政策也开始失效了，对这些内卷想喊停也停不下来了。这就是我前面说的，中国社会的卷因制度和结构性问题被启动，随后进入一种自激式的失控状态。这个场景像极了博弈论中著名的囚徒困境模型描述的场景。假设2个嫌疑犯被警方逮住了，警方掌握的证据不足，最多只能给每人判1年。于是警方分别对他们说，谁先供出对方会被无罪释放，如果谁保持沉默但被另一方供出来了，就会被判10年。如果你们互相揭发，每人因为都有立功表现，就各判5年。理性的分析是，如果2个人都保持沉默，那2个人都只被判了1年，这将是最理想的全局最优的结果。但在几乎所有的实验中，2个实验者都会揭发对方，结果是2人都被判5年。出现这个结果的原因很简单，大家都怕对方为了免刑而出卖自己。个体在自然追求自身利益时，是无法实现理性中的最优结果的。中共所做的就是用政策在中国创造出众多的囚徒困境的场景，然后普遍的人性开始接管，让中国人进入那种无法自拔的恐怖内卷模式。好，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1周前，我在杰森新闻快递中翻译过川普马斯克白宫告别的节目，题目叫《从左派宠儿到右派英雄，未来呢》。没想到一语成谶，1周后就不得不翻译有关他俩闹翻的节目。这个节目的链接就在这期节目的描述栏中。世界变化实在太快，希望下周他们之间能有好的进展，也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以及杰森新闻快递这2个频道。